大家好，我是邱平，我现在来到了陕西咸阳。众所周知，在陕西有很多古代皇帝的陵墓，比较熟知的是关中18陵，还有汉朝的陵墓。一般这种墓啊，都是安葬着皇帝或者皇后。今天我们来的这座墓的主人非常与众不同，他没有当过皇帝，也没有当过皇后。这一座陵墓是唐代早期的。说到唐朝的陵墓，我们熟知也就看过的有李世民的、武则天的，还有武则天儿子的乔陵。这是唐朝最具有代表性的3座陵墓。其中呢，武则天的和他儿子陵墓雕刻是非常精美，被称之为雕刻艺术博物馆。而今天我们来看到这座陵墓呢，它也是中国现存风貌最完整的古陵园之一，也是唐代最具有代表性的陵园之一。这座陵墓里面最引人注目的是地面遗存的石刻群，非常精美，可以说和乔陵不遑多让，有一些石刻可能比乔陵还更精美。这座陵墓叫做唐顺陵，主人就是武则天的母亲。武则天的陵墓之前我们就看过，规模巨大无比，雕刻非常精美。这一座陵墓呢，它的规模也是非常庞大，面积呢比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还更大。现在去陵墓里面走一走，它整体的话是分为3块，外层、内层，还有最核心的封土。基本上唐朝的陵墓都是这个样子的。这座陵墓呢，跟唐朝阴山为陵有所区别，它是平地起坟，整体的话是呈长方形，占地面积达到110万平方米，规模非常大呀。唐朝的陵墓基本上都是仿照长安城来建造的。这个我们看李世民的，包括武则天的都是一样。我们看到前方那里是不是有土堆啊？那个不是封土啊，是阙楼。那么在这里呢，相当于是属于外层的城门，就是我们现在站的这一块。在两边这个阙楼上面以前是有建筑的，基本上唐朝的陵墓都会有啊。那这种阙楼，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门阙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建筑类型，一般建于都城、宫殿、祠庙、陵墓的门前或者神道两侧。大家看那个乾陵也有2个附件的门阙，通常左右各一，称之为双阙。主要呢是建筑入口处的装饰性作用。一般门阙多于高台式建筑形式。就打个比方说，这个里呢是下面地基，上面有建筑，是这种类似的。这座陵墓属于在咸阳机场附近，所以呢一直能够听到飞机起降的声音。到了这里，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座陵墓的主人，他是本姓杨氏，名字不详，陕西华阴人，一代女皇武则天的母亲，也是隆国夫人，出生于公元579年，去世于公元670年，非常高寿啊，算是92岁。我估计武则天能够长寿，可能是她家族的基因。她呢早年不嫁，到了44岁才嫁给了武则天的父亲。她嫁过去之后，早期生活可能还行，后面是武则天的父亲去世之后，他们母女几个人呢受的待遇就非常不好。我们在影视剧中也看到过，甚至说被迫害、被赶出家门。后面是随着武则天权势地位的提升，她的身份也越来越高，被封为隆国夫人、魏国夫人，长期居住在洛阳。在公元670年逝世，享年92岁。到了公元690年，武则天称帝，建立武周，追她为孝明高皇后。武则天当上皇帝，就把她这个墓的规模提高成帝陵，就规模进一步扩大。那么这些神道两边的那个石像，就是提升成帝陵之后修建的，有华表、狮子、天马等等。在神道两侧就有很多石刻，那有很多国宝，像狮子、天鹿，就是我们说的谢字，这些都是属于国宝。这座陵墓的石刻啊，整体是非常高大，姿态生动，异常雄健，可谓是唐陵石刻之冠。现在陵园里面现存的石刻大概是34件。
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一组石刻是华表，这个在很多帝陵前面都能看到。只不过呢，唐朝帝陵前面的华表更加壮观，更加高大，比其他朝代的华表可能说好一点。按照文献记载，最初的华表是木质结构的。这个不光是华表，其他的一些东西也是木质结构的，比方说墓碑，在唐朝之前基本都是木质结构的。到了唐朝，很多东西呢才改用石刻的。华表用于木种的标志是从战国时期开始，而在帝陵前面放置华表呢，是在南朝。它的意义是作为帝陵的标志，体现了皇帝虚心纳谏、了解民情。还有一种说法呢，是说这个华表它树立在大地上面，有着上传天意和下达民情的寓意。说的通俗一点嘛，在封建社会，那个修建陵墓本身就是有一种我们说要修仙的身法。那皇帝呢、皇后葬入地宫，相当于就是成仙了。那么这个十王柱华表呢，也是有这样一种说法。这是东侧的华表，通高是11米，柱础和柱身是现在重新修建的大理石材质，只有最顶部的是由于以前埋在土里，后面重新弄出来，加了柱身、柱础，这样就组成一个华表。也就是说，柱顶部分是原版的，高度达到1.8米，直径1.2米，非常大呀。最关键的一点是，这个上面造型以及纹饰是在关中18陵其他陵墓没有的，也就是说，这个造型建造形式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是整个关中帝陵里面，唐帝陵里面最精美的华表顶部。最顶部的是火焰宝珠了，我们经常能够看得到。从华表过来的这个石刻是整个这座陵墓里面最具有代表性的，也是国宝中的国宝啊。石刻的名字叫做天鹿，也称之为独角兽，都是分为一公一母的。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天鹿，就独角兽，是属于雄性，东雄西雌。独角兽在古代是祥瑞之兽，一般是放在帝陵神道两侧。第一是显示帝王的威严，第二呢是为了表示怀远之德，三是预示祥瑞。在古代，皇帝特别重视祥瑞，全国各个地方如果有什么好的事情发生，都要上报。这个天鹿和下面的石头是连接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当时雕刻的时候，是在一整块巨大的石头把天鹿和底座雕刻出来，就证明唐朝工匠的技艺呀。我们来仔细看一看这个天鹿的一些细节，它也叫做独角兽，是古代传说中的祥瑞之兽。主要呢是它的形貌特征决定的。第一点呢，就是它是独角，这个看得非常清晰了。第二点呢，它这个头不是我们普通的，它是属于鹿首、鹿头，牛的身子，脚呢属于马蹄。大家发现没有？这感觉是不是各种动物组合而成的？然后在身上还有翅膀、双翼，会飞。整个这个独角兽是昂首直立，目视远方，威武庄严。它想飞，然后又停止在这里，在帮主人守卫陵墓。这个是不是在我们经常说四不像一样的，就是各种动物的身子组合成一种动物，那么就代表祥瑞。整体的意思就是说，鹿是一种吉祥的动物，换上牛身，取得忠厚善良；换上马蹄，使之日行千里，夜走800；在天，双翼能凌空而起，飞向任何一个地方。因此呢，天鹿是守护陵园最理想的神兽。天鹿呢，也叫谢字，这个在《汉书》中是有记载的。我们在其他陵墓也可以看到一些谢字，不过呢，规模还是雕刻都没法跟这个相比。这个天鹿呢，身高连底座总的高度是4.5米，长4.2米，宽1.9米，体积非常大呀，特别是腹下可容纳几个人。它整体呢大概是70吨，相当于14万斤，充分体现了唐代雕刻家的创作气魄和雕造技艺。再看看这个翅膀，
是不是很精美啊？它是弄成卷纹云浮雕，华美而充满生气。唐朝的雕刻确实是精美。我们看了这么多陵墓，我经常也会说，你看陵墓的雕刻，真的是要来看唐朝的，美不胜收。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楔子身上有一些线，主要是装了一些传感器，用来保护以及呢监测周边的环境会不会对这个文物进行影响。刚刚我们说了，这组石刻是这座陵墓里面最具有代表性的，它也是整个唐代帝陵中石刻中精品的精品，从而我们才说国宝中的国宝嘛。可以看到这里空旷了很多，其实在陵墓兴建的时候还有的。我查了一下资料，据说这里应该当时是有好几组石人的，现在已经没有了，毕竟已经有1300多年了。再往前一点，就来到了陵园的内层，也是我们经常说的朱雀门，南朱雀嘛。在这里呢，有一组狮子，被称之为中华第一狮、东方第一狮。我们看乾陵或者唐朝其他的陵墓，朱雀门都会有狮子的，它4座门都有狮子，其他的可能是蹲坐的，而这里呢是站立的，叫做石走狮。这一组狮子啊也非常有名，它是唐代石刻艺术的最高水平。可以说这一组狮子比乾陵、乔陵那些狮子雕刻都更精美。在唐代以前，陵墓前主要放的是天鹿和辟邪，以老虎为原型雕刻。汉代以后，这种神兽就兼有了虎、狮两者的特点，并且狮的成分是越来越多。那石狮呢，就基本上彻底取代了天鹿、辟邪和石虎在帝陵石刻中的地位。陵墓前放狮子，主要就是由唐高宗和武则天的乾陵开始，并且在以后历代帝陵石刻中所沿袭、所沿用。反正说到古代陵墓的石刻，就不得不提唐顺陵，还有唐乔陵，都是太精美了。同时呢，也代表了唐刻那些工匠精神。你像我们看到这个狮子，是不是栩栩如生？它的高度是3.55米，长度3.45米，宽1.40米，大概重量是40吨，同时也是以整块石头雕刻而成的。你想一想，当时雕刻之前，石头肯定比这个还大，要打磨，要雕刻。想一想，唐朝那些工匠多么厉害！在这里呢，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狮子的摆放问题。平时我们在陵墓前也好，或者是大院前也好，看到狮子的摆放一般都是东雄西雌，而这里呢恰恰相反，是西雄东雌。这种摆放在整个唐代帝陵基本上是独一无二的、唯一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属于东边的雌狮，大家仔细看看这个狮子胸部以及前肢呢非常浑圆，这完全是当时打磨出来的，非常漂亮。这一只狮子呢仿佛就是在向前行走，在前面阻挡来侵犯陵墓的敌人，肌肉线条非常明显了，嘴巴是张开，双目圆瞪，仿佛呢警告前面的那些来犯不要过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雄狮，也是非常高大，它这里有个比较不同的就是嘴巴是闭合着的，跟刚才看到的雌狮有点不一样。同样是怒目圆睁，瞪着前方，它的鬃毛呢呈顺直形，这跟刚才雌狮看到的不一样，一个是卷，一个是顺着。那个牙齿已经露出来，我们常说的龅牙状态。面部呢呈恐吓状，是不是让想进陵园的人或者其他动物看到这个就会感到害怕？这一只雄狮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头部并非正向前方，而是向左扭转了一点，也就是说这只雄狮呢靠左正在看雌狮，仿佛呢就是一个男的在偷偷看他的媳妇或者女朋友一样。这种情况是非常少见的，一般我们看到的狮子都是正向前方朝南嘛，而它这里呢却是不一样，也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吧。这两只狮子我们只是简单的看了一下，不过确实是非常精美呀。唐朝工匠的技艺非常厉害，
基本上突出了力感、质感、动感等艺术效果，仿佛就跟真的狮子站在这里一样的，代表了唐代石刻艺术的最高水平。可以这样说，你看整个唐代帝陵石刻中的狮子，这2只狮子可以说基本上水平是最高的，特别是东边的这个雌狮子，被誉为中华第一狮，也称之为东方第一狮。这2只狮子也是整个唐代陵墓中狮子最大的。那这个狮子我们就看完了，继续去看一看这陵墓的其他东西。这里有块墓碑，写的是顺宁唐则天皇帝母杨氏之墓。刚刚我们走了陵墓的前部分，一开始也说唐顺宁的石刻是属于唐朝朱陵之冠，那刚刚只看了一小部分。它这里跟其他陵墓有区别的就是，我们看唐朝其他陵墓的石刻一般都是在神道的2侧，而唐顺宁它有点奇怪，在神道有那些狮子还有天鹿作为石像生在陵墓的2侧，而到了它里面核心就是内层，在封土的旁边前面一点点也有很多石像，就是像石人那这些，所以说非常与众不同，不知道是为什么这么设计。这个也就是跟其他帝陵的区别。前方又看到2座封土，那个也是属于阙楼遗址，是陵墓第2阶段时期修建的。整个这座陵墓修建是大概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呢，就是王妃墓时期，在公元670年，武则天的母亲去世，武则天作为皇后呢，那肯定修建她母亲的陵墓也是有一定的规格，当时叫做太原王妃墓，属于覆斗形的墓葬，里面呢有一些石柱、石虎、石羊，相当于我们今天看到的内层。当然那个时期规格不算太高。到了公元684年，也就是唐高宗死后的第2年，武则天呢独掌大权，追封她的母亲为魏王妃、忠孝太后，那就把王妃墓改成顺义陵，并且呢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工程，在陵园的四周还修建了陵墙，在里面呢列置了8对石人。那到了第3阶段，就是公元691年，武则天那个时期已经称帝了，她追封她的母亲为孝明高皇后，并且把陵墓呢命名为顺陵。那这个时候已经变成了帝陵了。在那个时期就大规模的修建，并且建造了很多石刻，比方说我们刚刚看的独角兽、石走狮，还有东门、西门、北门的石墩狮，还有石马等等。这一座陵墓从公元670年开始修建，一直到公元702年才建造完成，历经了王妃墓、顺义陵、顺陵3个阶段，总共修建时间长达了32年之久，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陵园。在中国历史上，修建这么长的陵墓还是比较少的。从阙楼，也就是南门进来之后，就是陵区的核心地方了。在这里呢，也有很多石刻。在这里呢，2侧呢是有8对石人，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陵墓第2阶段武则天掌权时期修建的。不过由于历史时间太长，1300多年了，这8对石人并没有完全的保存下来，有几尊呢已经消失了，有一些呢已经遭到破坏了。我们再仔细看一下这些石刻，大家发现没有，每尊石人他都撑着一把宝剑，这里的8组石人全部都是如此啊。在唐朝初年，石人它全部代表着武将，没有文武之分，是到了唐朝中期，唐建宁开始，两边的石人才分为文武。后面有机会我们还是去看一看。还有一点就是，这每尊石人他的面部表情都是不一样的，这也代表了唐朝极高的工艺水平，就是每个人的表情都有所差别。我们可以看到，在石人过去一点点，还有一些石像生，这就是这座陵墓最初时期的模样，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第1阶段太原王妃墓时期。当时在公元670年开始修建，是有1对石柱、2对石斧、2对石羊、1对石人。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应该是原版的，
应该是属于老虎，也有1300多年了。这是一只羊，1300多年的羊就是这个样子。它在这个陵墓前守卫了1300年。刚才我们看到狮子，现在又看到老虎，它们同时出现在陵墓前面，这是有点矛盾的，一般两者不会同时出现。其实这也恰恰反映了这座陵墓营建不同阶段和武则天政治地位的体现。武则天地位越高，它这个陵墓的规格等级就不一样了，最后完成比最开始的时候面积整整大了100多倍。这个石人是最早时期建造的，比我们刚才看到那些石人规模更高一点，高度大概2.8米，同样呢是手撑着宝剑，这个是一样的。前方这个就是属于唐顺陵的封土堆，也就是说武则天的母亲就埋葬在这个里面。这个封土堆现在看起来规模都还可以，高度的话有差不多15到20米，宽度的话有40-50米，规模已经算是很可以了。92岁的人当时埋葬在这个地方。之前我们看昭陵还有武则天的乾陵，墓道口都是在东南方向。这一座陵墓按照专家考证，它的墓道呢是在南边，和阴山为陵的还是有所区别。墓道也是一个斜坡状，和乾陵那些陪葬墓都差不多，长度是28米，宽度大概是2米。我现在已经来到了封土堆的上面，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唐顺陵拍摄的。现在封土堆已经四周有围栏围起来保护了。我们在封土上面看看远方，这样看得比较清晰了。第一阶段最开始的就是前方2座封土那里作为分界线，然后在两边呢有角楼，也是属于阙楼遗址。从那里过来呢，石像生包括这一块就是公元670年修建的。然后在外面一点呢，就是第2阶段、第3阶段修建的，已经离得比较远了。这个是陵墓的西边，我们看到前方呢也有城墙，在远处一点呢还能看到狮子。整个这个陵园呢是有6只狮子是蹲着，2只狮子是行走的。我们现在说这座陵墓呢是叫做唐顺陵，其实严格来说并不是啊，主要是由于唐玄宗继位之后，就把这个主人的皇后称号去掉了，仍然称她为太原王妃，并且将顺陵改为王妃墓。只不过呢，后世人们仍然称之为顺陵，才这样一直传承下来。所以严格来讲，它只是说是一座王妃墓，和我们经常说武则天的陵墓是一样的。在封建社会，乾陵称之为唐高宗乾陵和皇后武则天的合葬墓，只是说武则天当过皇帝，我们现在称它为是武则天的陵墓。唐顺陵到这里是差不多逛完了，真的是让人大开眼界啊！特别是那4尊国宝中的国宝，也就是我们说的特级文物，在其他地方是基本上看不到的。说它是唐陵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之一，确实不为过。那这个视频我们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个视频再见。